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日，我们针对几项重要的军事新闻来做一个说明跟分析。首先，这一则是今天宝岛联播网邀请了郭喜博士上节目，他有谈到目前海鲲舰正在进行的泊港测试。在今天的访谈里面，郭喜博士有提到，目前海鲲舰就只剩下最后的潜望镜没有安装。之前据新闻媒体的报道，这种非穿透式的光电潜望镜也已经交货了，所以应该海鲲舰就会在这一次在台船的干屋里面就会安装最后这种 L3 Harris 他们生产的非穿透式的光电潜望镜，还有铅酸电瓶这些最后的装备。假如顺利的经过泊港测试之后，接下来就要出海进行海试，就是 SAT。 在完成海试之后，包括浮航、潜航、最大潜深这些的测试之后，最后会实施超雷的试射。像右上角这一个黄色的弹头，这个就是亚雷。亚雷就是像海狮海豹，就是木头制造的，只是有鱼雷的外形，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单纯只是测试鱼雷发射管它的水密程度，还有它的压力可不可以将鱼雷射出。而下面橘色的这种就是超雷，它是跟战斗用的战雷几乎一样，只是它没有战斗部，而且它可以实施遥控跟回收，也就是一般称的训练用鱼雷。这个我们在潜舰系列的影片都有详细为大家介绍。至于实弹射击的战雷，这个就要等到交舰之后，回到海军在演习里面才会实施。所以纵使在520之前完成相关的这些测试，或者在今年有实施交舰，也大概需要最少半年以上才会成军服役。所以这个跟一般外界的揣测是有很大的落差。当然郭喜博士他是圈内人，这方面的专家，而我只是说书人，将汇整来的资料做一个整理，提供给大家参考。所以郭喜博士在访谈中都有提到，像左上角这一张就是美军在实弹射击的照片，就可以看得出来，只要一枚鱼雷对于大型的船舰的伤害是非常的大。它并不是直接命中船身，而是在船舰的下方引爆之后，形成了一个大范围的真空区域，把整艘船舰抬起来，折断它的龙骨。这也是目前重型的岘岛鱼雷，它的杀伤力远超过反舰飞弹最好的印证。所以最后大家不要忘了，全世界会建造潜舰的国家其实非常的少。从最左边具有独立设计建造潜舰的只有8个国家，扣除了邪恶的集团中国跟俄罗斯，还有它的北韩跟伊朗这2个小弟之外，在民主国家就只有6个国家，就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典以及日本。而且各国之间他们彼此的红区装备还有技术交流是非常频繁的。所以也有人一直问我说，海鲲舰都是整合人家的系统，怎么称得上是自制？我们就以日本来说，它的柴油主机的技术来源也是来自于德国。日本之前采用的 AIP 崛起动力系统也是向瑞典采购，而法国的柴电动力潜舰，它的引擎也是使用德国。而像 L3 Harris 的非穿透性的光电潜望镜，它也提供给这些国家来采用。另外在最右边第2级的国家，就是在前面这8个可以独立建造潜舰的国家协助之下，可以进行设计跟建造，就包含了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尼、澳洲、巴西、希腊以及台湾。另外还有5个国家，他们具有接近前面这8个国家的设计建造能力，所以他们只有少数的红区装备需要从前面这8个国家来取得，那就是韩国、印度、西班牙、荷兰以及意大利。所以假如不算只会建造小型潜艇的北韩跟伊朗之外，全世界真正可以
接触到潜舰建造的国家就只有上面这20个，现在就包含了台湾。所以潜舰国造这个案子对台湾来讲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大家不要忘了，虽然中国它有为数庞大的潜舰舰队，但是它的核能潜舰的噪音值是远高于西方各国的核能潜舰，而它比较先进的柴电潜舰 039C 还有 039B 目前的数量也还不够多，而且它要面对的是以美国为首，包括日本、韩国、台湾这些国家，再加上澳洲的联防，所以中国在整个反潜的能力上面其实一直是不足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将海鲲舰最新的这个消息跟大家分享。那也感谢像郭喜博士，还有在这期间很多国际的友人协助台湾，让我们终于可以建造出来属于自己的潜舰。大家不要忘记，整个亚太地区的潜舰的数量，各国都持续不断的增加，所以接下来台湾会朝向8+2，就是海鲲级的8艘，加上2艘剑龙级，甚至有可能像郭喜博士所说的，这8艘海鲲级的建造完之后，其实海龙、海虎这2艘荷兰建造的潜舰就准备要除役了，所以后续应该还会再增加2艘的潜舰，成为10艘的舰队规模。美国在今天2024年3月12日公布了2025年财政年度的预算案，在这中间国务院就是美国的外交部门编列了1亿美元，大约新台币31.4亿元的预算来协助台湾强化安全。美国的国务院称这一笔是历史性的投资，用于包括外国军事融资、FMF、援助军备的这些方式来提升台湾的嚇阻力，来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在过去 FMF 这一个方式都只针对国家来实施，所以从去年开始，拜登政府就将台湾纳入了外国军事融资的范围。这一笔预算是属于传统安全的援助，还有国际军事教育和训练 IMET 的援助。美国现在进行对台湾的外国军事融资管道来提供台湾军备，主要是因为从2023年的国防授权法案里面的台湾增强韧性法案里面来的，所以拜登政府在2025年的财政年度预算案里面，也在国防部编列了5亿美元的经费，用在补充美国透过总统拨款权 PDA 提供给台湾军援以后的美国武器库存。从这样子的表述就知道2024年 PDA 至少也提供了5亿美元的装备给台湾，这我们在之前的军文导读都有替大家介绍过。另外在昨天立法院的质询里面，国防部副部长柏宏辉先生就有提到初级教练机这个案子，他表述目前有3个方案，至于是否要国造还是要外购，现在还没有定案，而且这件事情要等到民国122年，就是2033年才会发生问题。那目前国防部还在评估中，没有定案。所以之前在我们频道里面就有跟大家做过相关的介绍，空军目前在 T-34C 初级教练机这一部分其实已经准备了大约10年的料件，所以空军目前并没有急迫性来进行相关的更新。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以2024年的国防预算分配来看，其实空军它只分配到了380亿元的军事投资，就是它可以用来研发这些武器配备的预算。可是像这几年又刚好面临了新采购的 F-16、CD Block 70，还有爱国者增程型防空飞弹，还有 MQ-9B 无人侦察机，还有之前升级的140架 F-16V， 它另外采购的这些远程打击的精准弹药，还有目前正在推动的各种源头打击的武器，包括云峰飞弹这些。所以以380亿一年的这种军事投资来讲的话，汉翔希望要有520亿元以上的研发经费来投入初级教练机。所以对于空军来讲，这件事情当然眼下
并不具有急迫性。我们有机会再来针对国防预算来单独讨论。从去年开始，汉翔也不断地释放出讯息，希望能够接续在永鹰高级教练机之后，开始研发初级教练机。尤其在今年2024年的1月8日，就透过了很多家的媒体来大幅报道，认为没有研发初级教练机，航空产业会在步上 IDF 当年研发之后人才流失的噩梦。可是当时国防部的回应就由战规司副司长曹定明少将表示，国机国造不是只有单项才符合国防自主，在预算有限还要如何有效运用国防资源，这是非常重要的课题。这样子的表态之下，就让我们知道其实空军目前对于初级教练机的急迫性并没有那么高。当然到现在汉翔还是持续透过许多的媒体在表达他们的意愿，这当然也是一件好事。不过在当时他的说帖内容有很多值得我们推敲，还有让我们产生疑惑的地方。尤其目前国际市场上第一品牌瑞士的皮拉图斯，它有多款非常畅销的初级教练机，总数超过了1000多架。而第二品牌的巴西 EBM 314大嘴鸟初级教练机，它在全世界也有超过260架以上的成果。当然目前最多的可能马上就是美国空军跟海军采用的 T6A 还有 T6C 德州人2初级教练机，这是瑞士的皮拉特斯他们的 PC9 的衍生型。所以空军在初级教练机上面的需求，最重要的是训练飞官学会飞行。在未来几年空军比较急迫的，目前看起来有 C-13H 的升级延寿案，还有 E2D 早期预警机的采购，当然也有可能包含了 E2K 早期预警机的升级。所以在目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并没有将初级教练机排入优先的顺序。所以在目前整个国内的环境下，汉翔它是经济部所属的国营事业，当然它也是上市公司，这个是它非常有利的基础。当然它也有营运上的压力，再加上目前立法院朝小野大的情况，这件事情要推动上是有它的困难。所以之前我们有几种看法，包括了空军接下来还是有可能会推动国机国造，不过在空军没有预算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国防部的层级，甚至行政院总统府的层级来提供额外的预算来协助推动。第二个当然是直接跟国外技术合作，授权生产，加入国外成熟产品它的供应链，因为自己研发出初级教练机要进行外销，这个可能性其实一直很低。因为包括上面这一具引擎就是普惠加拿大厂的引擎，台湾绝对没有办法做引擎。上面的弹射椅一定是英国马丁贝克的弹射椅，台湾也不可能自己去研发弹射椅。那你要外销的时候，就面临美国、加拿大、英国他们的输出许可跟审查。那第三种当然就包含了将我们的飞官送到飞行学校去受训，像台湾在台东也已经有民间的飞行学校，或者送到国外其他的飞行学校去，也是一种可能。当然国内像亚航听说也有提出租赁的方案，就是私租，将国外的这些教练机引进，用租时数的方式来提供空军训练所用。所以这件事情来看，还有10年才会面临抉择的关卡。以空军现在预算不足的情况，大概很难可以按照汉翔他们自己规划的期程来进行，所以我才说汉翔这张表假如把下一代战斗机的期程一起制作上来，或许可以说服更多的人。当然我也一直不能理解他们的这张表，就是研发初级教练机自制率可以到 75%， 而下一代战斗机的自制率经过这样子衔接之后，
后就可以提升到 95%。我也希望这一件愿景可以早日实现。当然我还是认为啦，就像蔡总统在今年1月7日上谢金河社长的节目的时候所说的，要开始研发下一代战斗机，这个说服力远比初级教练机要获得更多人的支持比较容易。我也认为10年、15年之后，台湾就要面临 IDF 还有幻象2000要除役的问题。在10年、15年之后，机队要除役的这个数量大约就是190架，就是现在的130架 IDF 的数量加上60架幻象2000的数量。假如预留了60架的 F-35要采购的话，那自制的下一代战斗机最多的数量大约是130架，这还是在1:1来替换的情况下才会成立。所以越早开始研发，后面的时间就会越充裕，相关的测试就会更严谨，功能当然就会更强大。所以汉翔应该以下一代战斗机为诉求，可能比较容易引起共鸣。目前小英总统的任期到520，所以行政院现在属于看守的时期，相关的重大决策大概比较不会来进行。所以假如真的要符合汉翔的期待，看来只有在行政院的层级或者整个国家的考量上，由政府提供另外其他的预算来协助汉翔研发初级教练机的可能性，恐怕会比用空军里面预算的优先顺序来等待会比较容易发生。这几天有中国的渔船进入苗栗的外海6海里的地方，那由于当天风浪海象不佳，所以海巡署的船舰并没有办法出海。因为中国的渔船它的排水量大概是300到500吨，而在苗栗地区海巡署的舰艇只有100吨级，在当天的海象其实就有8级，100吨的船这时候绝对不适合出海。所以很多人一直在抱怨说怎么海巡署不出海。当然我们要兼顾我们人员的安全，还要兼顾我们的渔权，所以当天海巡署全程是以雷达来监控。不过我还是跟像对海军的期待一样，我们的舰艇要逐渐大型化，尤其在东北季风整个冬天的期间，台湾海峡的海象其实非常的恶劣，相关的舰艇恐怕排水量都要增加，才有办法因应接下来中国对我们的灰色地带作战，还有低度冲突的情况发生。国内还是有很多的媒体也非常的奇怪，所以会尽量把国军报道的要么非常的不堪，或者是帮不太适合提的这些议题拿出台面上来给大家来看。另外这一则是我在某一个媒体看到的，因为一直有一群人他们在一直不死心要推动刺枪术，甚至这些人他们也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也深入了陆军官校的社团，甚至很多陆军的高层他们也在私下给予协助。像这位投书的人，他就是以前步兵学校步训中心的教官，而国军目前陆军部队他们在下基地的验收项目里面，其实还是包含了刺枪术，而把刺枪术一直当作是神主牌，只是换汤不换药，换了一个近战格斗相关的名词来掩人耳目，所以我们才会一直提醒说，国军过分的注重这种表面文化、表演式的训练，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当海空军在面临灰色地带的作战，甚至是低度的冲突的时候，陆军应该要有更多的实战化的这些训练。所以像今年就是黄埔建军100周年，而在邱班长的推动下，陆军官校要扩大梯正部这件事情我们也讲了很久，显然他的意志力非常的坚定，所以我们也只能期待下一任赖总统或许真的可以在这一类的困境之中能够改善整个台湾的防卫力量。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